有一个地方，一起哭，一起笑，一起闯，找到信任加上陪伴。沿途也许会有挫折，有失落，有迷茫。假使无论走多远，心里都能够取暖。所以你觉得病人接下来的情况只会越来越糟吗？肯定会。就算现在骨折手术顺利完成，但是他本身患有肌肉萎缩症，等到石膏拆了，他的行走一定会变得更糟。Andy，我听姐姐说你被吊销执照6个月，是真的吗？那你接下来打算放假？我只是不可以见客户，不可以卖房子，我还是可以继续留下来，处理行政工作，管理旗下的 agent。那就好。还有什么事吗？我想要说，关于补贴差价那件事，不是我泄露给我妈的，希望你相信我。我相信你。还有，我想要代替我妈向你说声对不起。你放心，我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，我绝对不会把你妈对我做的事情牵扯在你的身上。在战场上，不是输就是赢。我这次只是运气不好，不小心输了，并不代表以后我不能反败为胜。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老爸，怎么了？什么？妈进医院？好，我现在马上赶过来。OK， 好，拜。怎么啦？我只是担心，我现在走路已经有点难，以后可能会更困难了。你别想那么多，先好好休息，这样你的骨折才会更快的痊愈，知道吗？啊，痛啊？不是，脚很痒哎。哦。嘿嘿，来，哎，我买了一点水果。我们一起吃吧，来，你看，买这么多怎么吃得完？我来陪你吃啊，我们一餐吃一样，大概3天就可以吃完了。哎，你要吃香蕉吗？我帮你剥。番石榴，我帮你切。我洗一点葡萄给你吧，好不好？我都不要，你干嘛要我一直吃水果？你有什么需要，你尽管开口。我能够做到的，一定帮你做的。你就说吧，你需要什么，我可以帮你。你说。你现在怎么了？怪怪的。丽敏，对不起啊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已经知道了。医生说你得了肌肉萎缩症。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难道我真的这么不靠谱吗？除了堂姐之外，我谁也没有说。连任品也不知道。你为什么不跟他说？说了又怎么样？你们都帮不到我，只会让你们担心。我不想影响到你们的生活。所以你当初是因为担心连累我才突然跟我离婚的。你别往你脸上贴金好不好？我现在是时间有限，我是不想浪费1分1秒在你身上。我觉得你不应该再隐瞒大家了，尤其是人品，你应该让大家知道你的病，那将来万一发生什么状况，我们才知道怎么帮你啊。郝建说的对，是时候告诉大家了。对不起，辛苦你们了。
大 boss， 你比较辛苦，你真的很坚强。其实当初选择不告诉你们，就是不想让你们担心，免得反过来我要安慰你们。这段时间我已经调试好心情了，所以你们不要难过，也不要同情我，不要因为我而受影响，啊？喂，不要哭啦。Sorry，X 张，我真的忍不住。你还这么年轻，你都还没有赚到1个亿，就发生这种事情，真的替你感到很不甘心。以后如果你不在了，我一定会很想念你爱我的时候。那你放心好了，我还有几年的时间可以继续neck你的。你都病了，你还要neck我？大家怎么都在这啊？我自己跟任平说吧。你一定是在跟我开玩笑是吧？就是为了骗我回来志慈一家，你才那么说的，对不对？我也希望这只是一个玩笑。那么严重的病，我怎么可能没有发现？是我选择不告诉你们的，要不是再隐瞒不了，我根本不想说。妈，你为什么要自己一个人面对？如果你早点告诉我，我或许就不会离开志慈一家了。我知道你想出去闯一闯，这没有什么不好的，我会一直支持你。不过你要记住一件事，就是要做对的事，懂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妈。好了，没事的。对不起。知道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的目的呢，就是希望和大家讨论一下接下来的计划。X 张，你有什么 idea？ 我打算接下来减少一些工作，多花一点时间照顾丽敏。老爸，照顾妈应该是我的责任，毕竟你们俩都已经离婚了。哎呀，现在还去计较那些吗？你有心照顾你妈，我相信她应该感到很欣慰了。不过我觉得她应该更希望你在事业上帮助她。总之，生活上她有什么需要，由我来照顾。反正好运装修我可以交给 No.1 看着啊。如果她愿意的话。见鬼！我怎么会不愿意啊？可是以前我把工作交给你，你都会臭骂我一顿啊。以前是因为你偷懒，现在情况不一样吗？好啦好啦，那以后呢，丽敏的生活就由我来照顾。你们几位呢，就代替丽敏把支持一下的生意处理好 ，OK？ 以前我们的工作都是丽敏姐安排的，现在她突然间不在这里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而且我才刚入行，还有很多事不懂。姨是女强人嘞，我们怎么可能替代她？只有人品的 level 跟她差不多，可是她又跑去88。哎呦！好，你们这些年轻人打起精神来了。
啊，现在这种时候哈，气场是很重要的啦，啊，不能够让马尼明哦看到这种死气沉沉的样子了。来啦，大家振作起来了哦！对，大家振作振作。OK， 当发展商一直以来都是老板娘的梦想。如果我们可以尽快推动这个 project 完成，她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接下来我一有时间就回来大力支持一家。保佑，你就负责接手老板娘的客户。Bro， 大家静静，出去外面找更多客源和房源。我知道现在气氛很沉重，不过大家一定要振作起来，好吗？好，没问题啊！振作，振作，振作！我也会继续找适合发展公寓的地皮，如果有什么消息，我立刻告诉你。丽明姐，你可以暂时把手头上的工作交给我，虽然我经验不足，但是你知道的，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你打理好公司。我也会尽量一个人去见客户，那也就不用麻烦宝云了。咦，我也会 promise 你，我会比以前努力100倍去派传单，找更多的客源。我还会 supervise 沈宝佑，看他有没有偷懒，所以你可以放心啊。见鬼了，到底是谁比较会偷懒啊？我在网上看到一些病患靠着意志力活得比正常人还久啊！你这么坚强，我相信一定可以的。我们一起努力，一起挑战医生所设下的时限。谢谢你们，早知道你们可以为我做那么多事，我应该早就告诉你们我生病了，不用这样偷偷摸摸的。梁，是我叫他来的。突然得这个病，对你的打击一定很大吧？一开始的时候很难接受，但是我不断的告诉我自己，既然没办法改变，就要好好去面对。我现在已经能坦然去面对它了。你好坚强。你也可以的，所有当过妈妈的女人都是一样坚强的。也许伦平有跟你提过，她其实有个妹妹。即使到现在，我还是会时不时的想起那个跟我有缘无分的孩子。我常常在想，要是我顺利生下他，他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孩子？他现在长成什么样子？性格会不会像我？那个时候，我责怪自己，我也怪所有身边的人。他们不知道我很痛苦吗？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幸福？为什么他们不会遭遇我这样的不幸？为什么我的人生就那么不公平？那个时候的我，恨透了所有人。我希望所有人都跟我一样痛苦，尤其是郝建，是他害我流产的。我就咬着这个怨恨，紧紧不放。我想，只要让他痛苦，我就能解脱。可是事实上，我这么做，我反而越来越不开心。我不甘愿，受到伤害的人只有我，所以无形中我也伤害了其他人。我相信人性本善，我们也不想去伤害别人，看到别人痛苦。我们是因为害怕，我们害怕别人看到我们的恐惧，看到我们的脆弱，所以我们就把自己伪装成刺猬，去伤害别人。这样我们就不会被别人伤害了。你知道我后来是怎么走出来的吗？把水倒在手心上。很多事情，不管我们多努力的想要抓住，失去的，最终还是会失去。
尤其是现在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很多本来很在乎的，其实现在也没什么。李亚，你还很年轻，要走的路还很长。我真的希望你放下一切，放过自己，让自己有机会重新开始。我真的希望你放下一切，放过自己，让自己有机会重新开始。哦，雷啊，你我决定搬出去了。哦，那你找到地方住了吗？放心吧，我现在可以工作了，住的地方也不是问题了。你要搬走了？虽然到现在我还没完全释怀，但妈咪说的对，我们再继续纠缠下去是没有意义的，只会让自己更痛苦。为了这个房子，为了报复坚持不离婚，是我犯下最大的错。我欠你一个道歉，对不起。这件事我也有错，对不起。静静，对不起。为了报复任平，也把你牵扯进来，又害你受伤。希望你能原谅我。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。你们保重。你的伤势复原得不错，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可以完全康复了。那到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开始走路了？应该可以，不过可能会比之前更困难。是不是我的病情已经开始恶化了？我建议你，就算脚伤康复了，也应该考虑继续使用轮椅，这样才能减低你跌倒的风险。谢谢你，医生。别泄气，一张轮椅打不倒马立明的。这个世界真的很不公平啊！这世界真的很不公平。有些人一出生就拥有了一切，有些人用一辈子的努力都换不回应该有的回报，而是惩罚。怎么啦？你的努力得到了什么惩罚？是我，是我妈。你妈怎么了？她生病了。她还没出院吗？她的情况比我想象中更严重。
嗨，怎么是你啊？我知道你病了，特地买花来探望你的。你对我献殷勤，我只能想到一句话：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不安好心。你想太多了。我听说你病得不轻，我想到以后会少了一个竞争对手，感觉很可惜。是任凭告诉你的。生病又不是什么可耻的事，没有必要神神秘秘。我忘了你被吊销执照，空闲得很，所以才有空来探望我啊。我是真心担心你的。人品在88，你现在变成这样，咫尺一家，很快就会倒闭了吧？所以人真的不能太绝。你举报我，害我卖不成公寓，执照又被吊销了，我都还没出手反击，你就变成这样了。真的是报应啊！